我非常的喜欢35这个焦段。如果只能选一支定焦镜头挂在相机上，我肯定会选35。我喜欢的不仅仅是因为它非常接近人双眼的感受，我更喜欢的是，当使用它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这个距离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，它不会太远，也不会太近。所以当苏瑞找到我来测评他们的这支全新的曙光35f1.4，我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我平时就非常喜欢用35毫米来拍摄人像。在这里我就不啰嗦了，新镜头直接上手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出片效果到底怎么样。这段时间使用下来的最大感受就是它真的很轻，这支镜头的重量只有490克，在 1.4 的大光圈下，这个重量是减值了。所以当它搭配索尼 C 系列的机身的时候，你是不会有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的。拿它上小型的稳定器拍摄视频的时候，没有任何负担。它的这个重量呢，非常适合像我这种平时喜欢扫街、旅游或者拍摄 vlog 的用户。说到底，除非是工作的需要，一些比较重的镜头现在都在我的柜子里面吃灰重。但是呢，可能是因为心理的因素，我觉得这个重量在手感上感觉不是非常的扎实。当然了，轻量化的镜头在材质上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限制。在体积上，它跟一瓶听装可乐的大小差不多，62毫米的口径也非常方便搭配各种滤镜。镜身上它有手动对焦切换按钮、功能自定义键、光圈锁定键，尾部有一个 Type-C 的数据接口。在光圈环上，它同时考虑了视频拍摄的需要，设计了无极档位的切换按钮。这里跟不太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，无极光圈会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在视频的拍摄中可以平滑过渡亮度，例如从室内到室外，有档位的光圈会突然崩的一下子，画面会出现明显的亮度跳变。而无极光圈呢，则可以像调音量一样平滑调整，不影响观感。同时它也会降低光圈调节时的噪音，传统的会有咔啦咔啦光圈环的声音，而无极光圈取消了卡点，调节时更加安静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画质表现。光圈全开 1.4 的时候，中性热度已经非常好了，边缘部分有些柔，这个时候画面暗角明显。收缩光圈到 F2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暗角了，画质也提升不少。在光圈 F5.6 的时候，画质达到最佳状态。光圈继续缩小，画质并没有太大的提升。在最大光圈 1.4 的时候有轻微的色散，光圈收缩到 F2.8 的时候色散就不明显了。最大光圈的边缘虚化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看的，眩光同时控制也不错。这支35毫米大光圈全画幅镜头对于像我们手上有高像素机身，比如说 A7CR 和 A7R5， 还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？就是你可以用它直接来数码裁切成50毫米的人像焦段来使用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还是可以得到2600万像素，景深相当于50毫米 f2.0 的画面，同时还等于提高了画面的边缘的画质。在实际使用中非常适合一直镜头出去拍摄人像摄影，加上它最近的对焦距离为35厘米，这样使用在一些静物场景的拍摄时，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实际使用下来，思锐的这支35f1.4在对照的时候非常的丝滑，不考虑极限情况下，照片拍摄运动物体基本上是10张里面有9张是合焦的。搭配索尼的 A7CR， 视频拍摄中人脸的追焦也非常的稳定。最后是大家关心的价格方面，作为国产第一支全画幅35毫米 f1.4 的自动对焦镜头，这个价格可能在一众的国产镜头里面算不上便宜，但是呢，对于想要平替索尼 G 大师，然后又喜欢夜景拍摄、平面和视频双修，又不喜欢健身的朋友，这个镜头我觉得你就可以闭眼入了。而且这个画质、这个重量、这个价格，你还要啥 G 大师？我是哈克，喜欢视频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非常好，伞可以玩一下。吉隆坡的天气，它是翻雨又覆雨，灰蒙蒙的乌云。
几天没见到你。